小花，你这有伞吗？借把给我。哦，在这儿，你拿着用吧。行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各位路上慢点啊。好嘞。你的快递。我的快递，我记得我好像没买东西啊。这里就是爆炸点。8月29号晚上9点17分，在城郊金属加工厂发生爆炸案，受害者王新军，25岁，车间工人，被炸成重伤，在送去医院的路上抢救无效死亡。还有其他受害人吗？爆炸的时间比较晚，工人大部分都已经下班了，而且工厂地处比较偏僻，当时只有值班的王新军和另一位工人陈勇。陈勇因为上厕所逃过一劫。这炸弹是怎么被运进工厂的呢？从现场的爆炸遗留物来看，我们只发现了一个快递盒和一些玩具的碎片。快递盒已经完全被炸毁了，看不出任何寄件人的信息。初步判断，炸弹是被装在快递里，然后以某种方式被引爆的。其他的情况就要等检验科那边的结果。在爆炸物管控这么严格的情况下，还能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？杜成，你要抓紧时间破案。还没下班啊？都11点半了。哼，忙着忙着都忙。还在查跟爆炸有关的案件？对啊，昨天爆炸案现场线索实在太少了，周围的监控也没有拍到嫌疑人。我就想把所有的资料再看一看，查查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这么一页页的翻，翻到什么时候？人不能太依靠机器，最后还是靠自己的经验跟直觉。查案，还是得查案。好，我跟你一起查。
看这个。8月8日，在历城南区的一栋单身公寓里发生爆炸案。根据历城分局的现场勘验结果来看，爆炸源发生在708室，受害人赵建宇被炸伤，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。第一起案件发生在单身公寓，第二起在金属加工厂，但2起案件的爆炸物都放在机器人玩具里，然后伪装成快递送到受害者手里。作案手法高度相似，所以极有可能是同一人实施的连环爆炸案。2起案件中间只间隔3周，如果是连环爆炸案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。我会向上级申请做并案调查，你们要抓紧时间查清楚2起案件当中的受害人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。目前我们对犯罪分子的动机、容貌、行动轨迹和犯罪习惯都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连环爆炸案不是普通的案件，我要你们限期侦破。连环爆炸案一共分2种，一种是无差别的恐怖袭击，另一种是有针对性的恐吓复仇。无差别恐怖袭击的炸弹客，一般都非常享受万众瞩目的感觉。这个玩具，很可能就是他的签名。这2个案件波及的范围相对比较小，第1起只涉及到了1个受害者，第2起在夜间工厂也是1个受害者。他没有故意去扩大影响力，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连环爆炸案的宣言，所以我认为针对性报复的可能性更大。现在我们只能从2起爆炸案的共同线索入手，以此来确认他的动机。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个炸弹客的了解只有这么多，我觉得还得需要专业的人士从炸弹本身做一个切入口。哟，陈队，好久不见。沈警官。哦，2枚炸弹的电脑模拟还原已经完成了，你们来看一下。这2枚炸弹都是自制炸弹，手法粗糙，不像是专业人士做的。引爆方式呢？引线就装在快递盒的盖子上，所以一打开快递，炸弹就会爆炸。成分知道了吗？都是一些简单易得的原料，指甲油、清理剂、化肥。但是第2枚炸弹的成分里面混入了磷，威力更大，而且比第1枚的制作水平更高，破坏性更强。破坏性更强。我在想，如果他制作炸弹的水平不断提升，真的做出第3枚炸弹的话，小马，尽快追查玩具的来源。信息队去查一下爆炸发生半径3公里之内的所有监控录像。技术队，看看现场残留物里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你们去排查一下周围的居民，顺便查一下快递的来源，看看受害者之间有什么关联。这次我们务必要掐断再次发生爆炸案的任何可能性。是。你去看一下监控，如果里边有炸弹客的身影，试着发现。第1次爆炸发生在历城区，这个区的监控还在用旧系统，所以人像解析能力有限。又送来了一些硬盘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金属加工厂的监控修复刚出来，虽然北疆这边升级了新系统，但在拆换的过程中，应该是有一些没有录上。这个人很警觉，无论新旧系统都没有他的影子。也就是说，炸弹客的反侦查意识很强，他在有意的躲避监控。喂，哎，程队，所有的快递都查过了，这2起爆炸的快递啊，都不是快递公司送的，也没有物流痕迹。看来是这个炸弹客假扮成快递员亲自去送的炸弹。行了，
你们先回来吧，等其他组汇总消息之后再说。赵建宇，北疆本地人。2011年从北疆市第一中学毕业以后，就去了澳大利亚读了高中，还有大学。2019年回国，他在历城南区租了房，在金属加工厂的车间当生产经理。第二个受害者王新军是凤池人，中专毕业，随父母一起来到了北疆。他近2年呢，也在金属加工厂工作。结婚刚刚3个月。这工厂我去查过了。赵建宇和王新军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，也不是同一个车间的。这2个人住的也不近，也没有什么工作关联。为什么这个炸弹客会选择这2个人？继续调查，看看他们背后有什么经济纠纷或者幕后交易。这2个人既然工作上有关联，就可以基本排除无差别杀人的可能。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共同点。走啊，去受害人家里啊！怎么了？画不了像就办不了案了？走，带你看看，没有画像师我们怎么办案的。警察同志，你一定要帮我老公讨回公道，他真的是个好人，我老公特别的疼我，他有什么好的都想着我。我们才刚结婚不久，他答应我。要带我吃好吃的，要带我过好日子。程队，这是赵建宇家。第一次爆炸威力不大，怎么有那么大的爆炸痕迹？赵建宇在拆炸弹快递时，厨房里正开火做着饭，引发了2次爆炸。社会关系查过了吗？调查过了，除了工作关系外，在北疆社会关系很简单，没什么仇人。父母呢？老2口接到通知后就去医院照顾儿子了。他还没醒。大面积烧伤，手都动不了。老2口看他烧成那样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同志，一定要帮我老公讨回公道。哎，对，这个代金券是我们办店的。你看这2个人吧，应该是隔壁金属加工厂的工人吧，因为他们都穿成这样，老来我们这儿吃饭。
最近爆炸案有听说过吗？知道啊。这样是坏人。哦。我想想啊，哎，这个我有印象，这应该是他们赵经理。但这个我确实想不起来了，有点普通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他们有在你饭店里发生过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印象。这怎么空着一个人啊？是辞职了吗？哦，对，这是个老员工。哎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他们两个客人来我们这儿吃饭，然后这个服务员因为刚失恋，心情不好，端菜的时候啊，这两个人衣服弄脏了，然后跟他们吵起来了。没事，瞎呀。你谁瞎呀？我说你瞎！我这搞这个，谁呀？我没见过你这样的。不好意思吧，不好意思大家啊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。行了，跟一服务员见识什么呀？哎，你看他这样，这辈子也就是伺候人的命。行，大家伙吃好喝好啊！啊，今天这顿饭啊，8折优惠。因为这个事儿啊，我们还赔了他们很多代金券。这服务员现在在哪？开除了，因为那天是这个李辉经理值的班，他怕事情搞大，就把这个服务员给开了。李辉在哪？他今天休息，应该在家吧？小峰，让排保小队去城北的瑞景小区，我马上就到李辉家。前面的路口我放你下车，这案子也没什么你能发挥的。不一定，要是看见可疑的人，我能记住他的脸。什么意思啊？要跟就保持清醒。我平时不怎么在网上买东西啊，都是他买的，他买的多。平时家里没人的时候，快递都放在哪？外面的电宝箱里。杜队长，这交给我们，你们可以撤了。行。你说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一路上看到好几波警车了。管他呢，咱没事就行。
瞎买什么了？没有啊，这不一大早放门口吗？我以为是你的，就拿上车了。打开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？豆子。 肯定是你买的。怎么了？好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往后退啊！说说刚才什么情况？开着车突然就炸了。对呀，大火球子腾一下就起来了，吓死完事儿他就麻烦了。 不是紧张吗？怪吓人的这事儿。这边他车直接就撞上了，对，紧张，这边是紧张，方向盘就坏。对，花海大桥发生爆炸案，爆炸车主当场身亡，伤亡情况正在统计，还有好几辆车。 跨海大桥发生爆炸。据悉，引爆点位于一辆行驶中的私家车内，车上2人当场身亡。截止到目前，3起爆炸已造成3人身亡，9人受伤，嫌疑人仍未归案。在此提醒广大市民，如果接收到来历不明的快递，切勿随意开启或丢弃，可将其暂时放置于远离明火和人群的空旷位置，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，由警方进行处置。此外，如有群众发现可疑人员，也请立即联系警方。 今天的受害者身份已经确认了，男的叫张伟峰，26岁，北疆本地人，高一时全家去了新西兰。张伟峰在那边读完了高中和大学，半年前回国在投行实习。女的叫高淼，是张伟峰的女朋友，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。程队，被开除的服务员找到了，人呢？古荣看守所拘着呢，酒后肇事，拘了快1个月了。 3次爆炸都很有规划，现场都留下了玩具的残片，说明这个玩具无论是对受害者还是凶手都有不一样的意义。第1次爆炸中幸存的赵建宇应该知道答案。恢复的怎么样？ 好多了。你已经算幸运的了，还捡回条命来。这人你认识吗？这是我们厂的工人，建武。这个呢？不认识。 平时有得罪过什么人吗？没有。刚才给你看的，也都是爆炸案的死者。我们现在怀疑这3起案子是一个人干的，目的是为了报复。所以请你再好好想想。
这个玩具你见过吗？每个爆炸现场都会有它。警察同志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啊，真的什么也不记得。关于张伟峰，他没说实话。玩具他也没说实话，瞳孔变化不正常，他在掩饰什么？程队，核对过了，赵建宇和郑伟峰在2011年参加过同一个夏令营活动，在夏令营之后呢，他们分别联系学校退学，办理了出国签证。这张照片是从赵建宇家里搜出来的，这是他们之前参加夏令营的合影照片。这是赵建宇小时候。 但这跟王兴军也没关系啊。如果是为了报复，炸弹客的所有目标应该能连成一块完整的拼图。现在3个受害者的拼图，两能拼到一块儿，3个就拼不到一起。这中间一定有一个是错的，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拼图思路。赵建宇和王兴军的关联是鹏哥小馆，但现在那个被开掉的服务员已经解除了嫌疑。 目前在我们已知的信息中，这2个受害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夏令营。李连凯2011年8月12日爬山意外坠落身亡，和夏令营当时的领队确认过了，李连凯和其他3个孩子分在一组集体活动，但在爬山的过程中，李连凯不慎坠落，其他3个孩子都平安无事。那李连凯的家人呢？ 李连凯3岁的时候，父母离异，他一直跟着父亲李军伟生活。李军伟今年49岁，是一名快递员。儿子死后，他就辞了工作，搬了家，就在这儿。当时和李连凯分在一个组爬山的，就有赵建宇和张伟峰，还有一个孩子叫刘小晨，我已经让李涵再查了。李连凯的坠亡恐怕没那么简单，会不会是这3个人和李连凯的死有关系？所以。 李军伟对他们进行报复。程队，搜查证下来了。走。李军伟，李军伟。
就是他。炸弹客的目标是和他儿子同组爬山的人，现在同组的人里只剩下了刘小晨，他应该是下一个目标。那为什么和夏令营毫无关系的王新军也会受到炸弹呢？现在最紧要的就是找到那个李军伟，找到他就都明白了。我认为，他的这些卡通图案都是在标记他的复仇对象。如果他已经知道了这些人的身份，那为什么还用那么隐晦的图标来做标记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先送我回分局，我要分析一下这些图案。抓紧点！等等，这个也是在李军伟家里发现的，去交给法医看看是什么药。走。这药不是市场上货币的药物，是一种实验药，还在临床测试。从成分上看，类似于奥氮平，还有一些其他精神疾病的药物。精神疾病哪一种？哪一种不太确定，但这种药物通常都是治疗躁郁症、精神分裂症还有自闭症。那吃完会有什么效果？效果：减少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放电，提升梭状回面部识别功能。什么意思？有的自闭症患者会有面孔识别障碍，这种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他们的面孔识别功能。我懂了，谢谢。沈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找规律。沈老师，王新军和夏令营毫无关系。他为什么会死啊？王新军是被误杀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这个炸弹客患有脸盲症，刘小晨和王新军面部特征很相似，所以他把王新军误认成了刘小晨。脸盲？难道他连要报复的人都分不清吗？脸盲症又称为面孔遗忘症，无法辨别人脸，是他的一种症状。那他画这些画是为了辨认不同的人，他这画的也太不像人了。脸盲症的人只能靠人脸的局部细节来练习辨认。李军伟通过吃一种药物，能够分辨出人脸最突出的一些特征。他把这些特征画下来，就是这些画像。这些画里就隐藏着李军伟识别人脸的规律。虽然勉强可以分辨出不同的人，但还是很容易会出错的。因为脸盲，把他杀了，所以刘小晨还活着。但是在他眼里，刘小晨已经死了。所以他的下一个目标不是刘小晨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队长，倒过去。就是他，看他去哪儿。监控就到这儿了。我去交警那儿查一下，你先回局里。
立刻去确认这个人的身份。谢谢。这是图案中的第4个人，上品玩具店的老板林志杰，初中毕业，之前是小混混，前2年继承了爸爸开的这家玩具店。夏令营的名单和合影里都没这个人啊，你是不是画错了？不会的，我是按照李军伟留下的线索画出来的。他虽然脸盲，但在他的脑海里，对这几个人是有一个大致形象的。我已经对照着赵建宇和张伟峰推出了他的识别规律，所以这第4个人不会错。既然李军伟的目标跟夏令营有关系，如果李军伟知道自己杀错人的话，那么他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刘小晨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刘小晨家布控。他不会知道自己杀错了人。而且林志杰也有在11年底的出国记录。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。行，那这样，大家先去刘小晨家附近做好布控，我去找林志杰。喂，程队，沈一玉根据李军伟上次留在家里的卡通图案画了一个男的画像，经核实是上品玩具店的老板林志杰，但这个林志杰啊，并不在上次那个夏令营，所以应该不是炸弹客的下一个目标。沈老师说他要自己去玩具店确认，让排爆小队先去保护刘小晨，怎么办啊，程队？那怎么着，程队？我们先去刘小晨家呢，还是先去玩具店？林志杰。